SAR-21新加坡武装部队的制式步枪。如果单看该枪的外形，或许会有朋友认为这就是换了壳的 AUG， 新加坡这是越混越差，不搞自研，开始仿造了。对此呢，我的军只能说这误会大了。SAR-21的确有 AUG 的影子，但二者并非原版与仿造的关系。SAR-21算是改进升级版，在操作便利性上面 ，SAR-21更是吊打 AUG。本期视频我们就来聊聊 SAR-21到底好在哪儿，与其他无托步枪相比又有哪些优势。就外形与布局而言 ，SAR-21的确参考了 AUG， 但是二者在内部结构上天差地别，比如导气结构、垃圾柄、瞄具等地方，二者都不一样。所以呢 ，SAR-21并不是仿造 AUG， 而是新加坡根据自己的需求特意研制的一款无托步枪。与其他无托步枪相比 ，SAR-21有很多独特的设计，比如横定后座自带激光瞄具，保险与快慢机的设计也独具一格，更有独特的安全装置来保证士兵免受炸膛的困扰。那么这样一款步枪是如何诞生的？20世纪60年代后期，新加坡武装部队选择美国的 M16A1 作为制式步枪，但是等到70年代，新加坡就开始抱怨 M16的供货速度太慢了，这也没办法。当时正处于越南战争，美国需要为自己的士兵配备 M16， 还要供货给其他国家和地。为了保证公司的运营 ，CIS 找到了英国斯特林公司合作设计出了 SAR-80， 只可惜该枪没有获得新加坡军方的青睐，只象征性的采购了约2万把，就不再列装了。后续生产的 SAR-88 也是如此。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 ，M16S1 的性能已经不够看了，加上太过老旧，枪械的维护成本也在不断增加。于是新加坡武装部队想要一种新步枪，以取代现役的 M16S1。当时摆在新加坡面前的有2个选择，第一个就是直接外购，第二个则是自造。新加坡如果选择外购，当时呼声最大的枪械就是 M16A2。M16S1 的生产线与后勤维护设施只需要稍作修改就可以用于 M16S1， 这也就意味着省钱。只是相比较 M16S1，M16A2 并没有本质上的升级，并且仅保留半自动和3电式，这点是有争议的。最终，在新加坡国防部与武装部队的协商下，购买武器方案被取消，由 CIS 公司设计一种适合亚洲人的新武器，并且要求维护成本比 M16S1 更低。经过4年的研制 ，CIS 公司把 SAR-21套了出来，并在1999年首次展出，口径 5.56 毫米，性能完全可以满足新加坡的需求。同一年，新加坡武装部队正式采用 SAR-21，CIS 公司改组为 STK 之后 ，SAR-21继续由 STK 公司生产，并供应给新加坡军队，逐步取代 M16S1， 甚至还出口到其他国家的军队和执法机构。问题来了 ，SAR-21到底好在哪儿？就外形来看 ，SAR-21与 AUG 很像，都是无托步枪，全枪的长度较短，与之前的 M16相比 ，SAR-21的长度短了 20%， 仅为805毫米，这点完美符合新加坡武装部队的需求。新加坡作为一个城邦国家，如果发生冲突 ，CQB 与 CQC 的概率非常高。为了更方便在室内这种有限的空间里移动，无托步枪是最好的选择。在内在构造上 ，SAR-21与 AUG 完全不同。其导气结构改进自 AK 系列的长行程活塞系统，扳机组则改自 AR 系列，而 AUG 则是短行程活塞，并且 SAR-21机枪组的后座行程很长。根据 STK 公司的宣传片来看 ，SAR-21与无敌100一样，采用横定后座设计，后坐力与枪机轴线处于一条直线，因此其后坐力极低，枪口上跳的幅度也很小，射击体验相当好。不过这也导致 SAR-21的射速较慢，每分钟450发至650发，不如 AUG。SAR-21还有很多小细节，比如与 AUG 一样自带瞄准装置，也是与 T8一体的，放大倍率 1.5 倍，瞄准镜顶部有应急用的机械瞄具。不过在枪管下方 ，SAR-21还有一个激光瞄准装置，可选择高功率或低功率的可见激光束或红外激光，也可以选择点亮模式或常亮模式，有利于在城市战斗中迅速瞄准击发，即使在黑暗环境中也可以快速捕捉目标。在皮卡丁尼导轨还未普及的年代，这个设计相当人性化，不需要像其他大部分无托步枪那样还要再进行安装，使用呢也极为方便。瞄具在出厂之前就已经进行归零，士兵在使用时不需要再调整。以标准姿势持枪时，左手大拇指的位置有一个激光指示器的按钮，护目下方还有一个激光模式调整钮，战斗中无需换手，食指就可以调整。为了保证士兵的安全，新加坡还为 SAR-21配备了一个安全装置。由于机匣和弹膛贴近脸颊，一旦炸膛救都救不回来，所以很多士兵对无托步枪都是敬而远之。
为此 ，SAR-1增加了2项安全措施。第一个就是在武器贴近脸颊的位置增加一块合金钢板，以保护射手的脸部。第二个则是在枪管接套上开了一个泄气孔，发生炸膛时可以泄出部分火药燃气，从而减少炸膛威力，基本消除了安全隐患。不过就火力军而言，炸膛事故的发生率主要与子弹的可靠性有关，与结构无关。而且一旦发生炸膛，有拖步枪也不见得更安全。除了后坐力低、安全之外 ，SAR-1的后勤维护也很方便，其采用模组化结构，零部件更少，减少了维护需求，拆卸与组装更方便。在没有练习的情况下，士兵可以在不到20秒的时间里分解 SAR-1。一个熟练的士兵只需要12秒就能完成组装，即使眼睛被蒙住，也可以在1分钟内拆完并装好 SAR-1。此外 ，SAR-1的快慢机与保险的位置也很讲究，不少无拖步枪将快慢机建置保险，布置在弹匣后面的激发机位置。英国的 L85、南非的 CR-1都是如此。这种设计结构简单可靠，但是操作起来有些不便。也有一些无拖步枪利用扳机行程来控制单发或连发，比如 AOG。不过 SAR-1选择将保险与快慢机分开，快慢机依旧在激发机附近，但保险的位置放在了扳机护圈的位置。这样做虽然有坏处，但好处更多，可靠性有保证，并可以实现快速开火。不管快慢机在什么位置，只要打开保险就能开火。保险的位置也极为便利。而 L85和 CR-1要把手往弹匣后面投才能开发，缺点就是快慢机的位置没有改变。SAR-1具备半自动与全自动模式，从一种射击方式转换到另一种，士兵的手需要从枪上完全移开，并寻找快慢机的位置。虽然 STK 公司声称实际使用时没有任何问题，但是一般来讲，战斗情况下转换射击模式应该是迅速并不需要换手。如果 SAR-1快慢机的位置也在扳机护圈附近，那就更好了。为了应对各种情况 ，SAR-1还具备导气系统调节器，可以根据枪械内部的清洁状况而调整其导气量。如果在恶劣环境中使用，导致其内部积碳严重时，就可以增加导气系统的导气量，从而加强整个运作系统的工作强度。不过这样做也会有副作用。恒定后坐的原理就是通过较长的附近簧完全吸收枪机的后坐能量，导气量增加，后坐能量也会增加，枪机就会像其他步枪那样撞到机匣上，后坐力有所增加，射速也会加快。不过对于新加坡而言，导气系统调节器是必要的。新加坡武装力量除了使用本土生产的弹药之外，也会从世界各地采购弹药使用，包括美国、南非、欧洲。虽然这些弹药也符合北约标准，但是不可避免的存在细微差距，装药量或火药燃烧时的特性也会有区别。为了保证可靠性，有必要在枪械上配备导气调节器。就结果来说 ，SAR-1最大的特点就是使用方便，这也是新加坡武装部队最看好的一点。新加坡实行男性强制服兵役制度，在部队里义务兵的比例很高，战时还有较高比例的预备役动员兵，需要一把好操作、容易打得准的步枪。SAR-1就是这样的，其瞄具对新手极为友好，不需要归零就能精准射击。快慢机与保险的位置分开，也有利于安全。当然，除了以上这些优势 ，SAR-1有很多小缺点，比如枪有点重，塑料弹匣有点小问题。与 M16S1相比 ，SAR-1的后坐力更小，精度更高，拆卸更轻松，可靠性呢也很高。即使进行野外训练后，枪械进入砂石水渍也不影响射击。但作为一个无拖步枪 ，SAR-1太重了，堪称行军障碍训练的噩梦。其空枪重量 3.82 公斤，比 AOG 的 3.6 公斤更重，全枪配重更是达到了 4.4 公斤。不过 SAR-1较重不是设计和建造能力落后引起的，而是瞄具的原因。如果将 SAR-1的激光瞄具去掉，该枪不会很重。其次 ，SAR-1的弹匣有一点小毛病，其塑料弹匣不仅轻，还能让士兵直观看到自己还有几颗子弹，但是在实际使用时很容易卡弹。新加坡的老兵都知道，换完弹匣后要重击底部。还有呢，就是对左撇子不太友好。虽然 SAR-1的拉机柄两只手都可以操作，但弹壳只会从右边弹出，这也是无拖步枪的通病。没有几款无拖步枪能够让左撇子打得舒服，并且由于 SAR-1属于专为新加坡武装部队研制，以及射速较慢的缘故，在国际外销上 SAR-1并不是很成功。只有文莱、哥伦比亚、摩洛哥、墨西哥等国的军队有装备，即使加上新加坡，也只有15个国家使用，并且大多是警察局与一些特殊单位，采购量并不是很大。在之后的时间里，新加坡也对 SAR-1进行了一系列改进。为了确保步兵班拥有取射火力 ，SAR-1可以加装40毫米下挂式榴弹发射器，比如美制 M203，
或者新加坡制造的 CS40GL， 也因此取消激光瞄具。与美制枪械类似 ，SAR-1 也发展出了轻机枪型与神射手型，其中轻机枪型改为开膛带击，并配备了一个重枪管与一个可折叠的两脚架，其他方面并未做太多的修改。只是在无敌100依旧服役的当下 ，SAR 轻机枪型的生存空间并不多。神射手也就是狙击型，这种变形枪是特意为执行特殊任务的士兵设计的，使用3倍光学瞄准镜，取代 SAR-1 原来的1.5倍瞄准镜，并带有两脚架，提高了射击精度和捕捉点目标的能力。就目前来看，新加坡步兵班装备狙击型与榴弹发射型，机枪则继续使用无敌100，之后会逐步更换为科尔特公司的 6940E SG。除了以上这些 ，SAR-1 还发展出了皮轨型、模块化型以及轻型卡宾枪型。其中皮轨型 SAR-1P 就是将整体瞄准镜更换为皮卡丁导轨，垃圾柄转移至枪械左侧，激光瞄具则保留了下来。模块化型则是导轨型的进一步升级，把整体式瞄准镜和激光瞄具都换成皮卡丁尼导轨，从而安装各种战术配件，比如前握把、战术灯。卡宾枪型则是缩短枪管，整体式瞄准镜换成了皮卡丁导轨，可安装全息瞄准镜。考虑到用户大多是非一线战斗人员 ，SAR-1 卡宾枪型保留了激光瞄具。值得一提的是，为了满足士兵的需求，只要通过购买不同的附件，更换不同长度的枪管，就可以组装成 SAR-1 的特殊型。这种模块化的设计也是 SAR-1 的特点之一。在2020年的新加坡航空展上 ，STK 还展出了 SAR-1A， 最大的改变是左右手都能直接射击，并且配备双边快慢机，使用更便利，射速有所提升。顶部有全长的皮卡丁尼导轨。之后 ，STK 公司曾表示要采用 BR-18 取代 SAR-1。成为部队的新一代步枪。不过就目前来看 ，BR-18 项目已经凉了，这点我们后面再聊。新加坡的下一代突击步枪已经换成了 Next Gen SAR， 并在2024年的新加坡航展上首次展出，依旧是无托设计，枪机与弹匣位于班机后方。就跟火力军上面说的那样，新加坡是城邦国家，无托步枪算是最好的设计。不过下一代突击步枪对构型进行了微调，可以换装可调整长度与托载高度的枪托，让士兵能以最舒服的方式射击，并且其全面采用模块化设计，可快速替换枪管、瞄具与其他组件，进而让突击步枪担任多种任务。具体细节如果各位感兴趣的话，我们后面与 BR-18 一起聊，这里就不再多言了。总的来说，作为一款无托步枪 ，SAR-1 绝对是合格的，其一些独特的设计完美符合新加坡武装部队对突击步枪的需求。但也正是如此，在外销上 ，SAR-1 没能取得太好的成绩。好了，这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。各位觉得新加坡 SAR-1 还有哪些优点？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，大家一起讨论。我是火力军，下期见。